大家好，我是花果山红心帮扛把子 TG 讲游戏，玩到第4章魏王，我的体验跟许多人一样不太好，路线过于杂乱，没有小地图，常常空跑2-3分钟，没有看到半点东西，怪物配置跟地形也没有太大的记忆点。空气墙可以接受，可能是游戏对美术有强烈的坚持，不采用破坏美景的地形隔阂跟路障摆设，为了制造出许多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总之，地图给我一种为大而大的感觉，观赏性远大于娱乐性，导致我玩黑神话悟空的同时，一直心心念念以前的女友，想着以前的多罗罗有多好玩。这2款游戏性质很相似，寻找48个魔神，每打倒一位就能拿回一个部位，提升自己的能力或是得到新动作，一路过关斩将，找回全身的游戏。以前 PS2 是 DVD 规格光碟，一片最多 4.7GB， 很少有多片装的游戏，所以地图规模比现在黑神话悟空或是其他同性质的动作游戏小10倍以上。但是有小地图清楚提示魔神在哪，让魔神找起来相当痛快明了，再加上有繁中加持，在当时几乎是人人玩过的全民神作。这画面是我22年5月开实况顺便录的，没有童年滤镜，论游戏性真的好玩。不过黑神话悟空到了第4章尾王，我终于找到喜欢黑神话悟空的第一个理由跟开端，然后一路喜欢到破关看结局，由黑转粉。这件事说来奇妙又有趣，想跟大家分享。我的维欧柳第一次踢到铁板，第4章的白眼魔君突然强度3级跳，上肢秒杀，白眼魔君居然打不太动。虽然理论上赢得了白眼魔君，但几率可能是50场有机会熬赢1场，以及游戏是 PS5 版本，剧情 BOSS 怪几乎有特效过多产生掉帧的问题，让我完全没有动力去摸透 BOSS 的行动。这时候聊天室有人提到2句很关键的话，小说他被绣花针克制，看他有没有类似的。之前打倒过猪八戒，确实从他头上掉出一根蓝血袖针作为提示道具，这根针怎么看就是绣花针，很想拿辨识卷轴点上去。玩到这边是8月22号晚上9点多，网络上已经有人做出详尽的地图攻略放在玩家社群，瞬间回忆以前玩 PS2 的游戏，要常常跑去 A9VG 找图文攻略，只为了把每一款游戏玩到干净透彻。照着影片跑，又发生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然后这幅壁画怎么解锁呢？可以去看我啊，怎么解锁紫云山关卡那期视频。我看，然后我们从这个画里面进去啊。我鸡掰了，这他妈的，我这边没东西呀！可以去看我们上期的视频啊。跑一跑，干怎么他的有花啊？我没有。总而言之，终于找到当初漏掉的地方，带着蓝血袖针往前回到盘丝洞的碎玉池才能触发，这实在令人难以联想有什么关联。赶跑黑手道人，果然当初黄花关有个空荡荡的地方就是留给他的。再次打倒黑手道人，墙壁终于长得跟影片一模一样了。虽然早就已经知道这幅画后面是紫云山，但竟然是以这种方式隐藏起来，多少还是有点震撼跟惊喜感。如果当初能靠自己找到，那种惊喜跟喜悦肯定会记住一辈子。如果又因为看过《西游记》而找出这个地方，那种心情肯定是更尽在不言中。可惜这次我投降了。进入紫云山打败毒敌大王，结束当天实况。下播后，心里一直惦记着绣花针、紫云山，还有打不赢的白眼魔君，开始被勾起去查《西游记》典故的兴致。原本只是一点点，打算稍微查一下，结果一查起来，抽丝剥茧解开谜题的快感让我完全停不下来。一步步明白人物与物品之间的纠葛与关联性，就像8点档一样精彩。终于看懂紫云山事件的始末。白眼魔君是7位蜘蛛精的师兄，与《西游记》第73回登场。第2阶段所使用的金光，就是原作中把唐僧等人困住的法术，只有孙悟空逃出来。然后孙悟空突然遇到一位哭丧的妇人，她的丈夫同样被白眼魔君毒死。妇人见到悟空身上有广大神通，直接指点他前往紫云山，去见一位叫毗蓝婆菩萨的圣贤。突然发生如此奇怪的机遇，也让悟空产生好奇，回头请教妇人是哪位好菩萨。妇人很快坦白自己其实就是骊山老母。现实中的骊山老母也是供人求于指点迷津的神士。换到游戏中，同样这只会说话的母蛇表示自己是魏王人，来此地只是为了祭悼亡夫，其真身就是骊山老母。在打败辉月魔君之后，清楚表明来自骊山。黑神话悟空的时间线是原作之后，所以这边故意再次安排骊山老母来重演一次《西游记》的情节。不过这边又另外加了一些戏，说有个外来毒虫毒死她的丈夫，也就是指毒敌大王。在《西游记》第55回，有个身份跟她很相似的女蝎子精，想要与唐三藏结为夫妻，日后被卯日星官降服。在黑神话中，应该很高的几率是被写死了。
而女蝎子精就是毒敌大王的老婆，可能才导致他整日借酒消愁，碰坏了老子的酒坛，有你好看！以及打败之后吐出这段话：杀妻之仇，何日能报？他的报仇对象就是卯日星官，在黑神话里面已经遭受白眼魔君用金钗暗算，成为面目全非的慧月魔君。卯日星官与慧月魔君的命名故意有个文字的对仗，作为暗示真实身份的线索。而卯日星官是一只6-7尺高的大公鸡，从慧月魔君的攻击行动来看，笨拙的飞天攻击还有射羽毛，确实动作与攻击有关。如果没有打倒毒敌大王，先来打慧月魔君，毒敌大王还会来一起打他。慧月魔君真的非常可怜。打败慧月魔君，紫云山事件在此画下句点。卯日星官的母亲正是过去孙悟空来此地求贤的毗蓝婆菩萨，因此打败慧月魔君，骊山老母才说与他母亲相识一场，故来谷中调查事情，对他儿子下不了手，引天命人过来解决此事，最后帮天命人恢复绣花针的神力作为答谢。原作的绣花针是卯日星官从眼中炼化出来的物品，在毗蓝婆菩萨的衣领上直接送给孙悟空，因此白眼魔君被绣花针破招才说出这句。菩萨指的就是毗蓝婆菩萨。至于米道人根据引神图的解说，看起来是跟另一条与秦郎仙有关的关系线，与绣花针应该毫无纠葛。然而探讨这桩事件与其他章节剧情的根源，始终离不开人性，也就代表着《西游记》的99811难。黑神话更强调于人性是得以延伸并且没有尽头的灾难，尤其在最后花果山这段划船，更缓缓地讲进我的心坎里。我对它的解读是这样的，这里是游戏对每章剧情所下的总结，从东海龙宫悟空抢走金箍棒开始讲，透过过去事件来分析人性，其他人物包含孙悟空这位角色。老朱以比较随性，用得过且过的心态去看待许多事，但一一遭到渡船人的论破。我非常喜欢最后这2句。你是说让这小猴子顶替我师兄，他配吗？孙悟空早就死了。八戒，你心里明白，你那师兄从来没那么圆满。口气完美诠释出要老朱与荧幕前的玩家认清齐天大圣孙悟空已经死亡的事实，并且根据游戏剧情的主张，几乎没有办法去反驳这2句话。我还记得老朱在花果山开头讲出的内心话：那老猴子好不好，都在花果山顶上等着呢。玩到这边，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齐天大圣是否还活着，或是我是一位能拯救他的关键人物。随着打倒花果山的神兽，拿回一件件齐天大圣的装备，仿佛越来越像真正的孙悟空，带着齐天大圣的5根来到水帘洞寻找最后1根的义。义在游戏中定义为代表每个人无法取代的本质。如果用佛学角度去分析义跟6根，也许有更深层的含义，但我对佛学完全不懂，不便继续深入。然而这边有一个重大的结局分歧点，如果成功触发所有隐藏剧情，便能前往浮屠塔进入眉山与二郎神一战，从二郎神的第3只眼找到孙悟空的第6根义。若没有的话，就是我现在这条结局，差别在于最后有没有带上紧箍，并困在名为执念的大石里。解释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假借外物可往来其间，收因结果，或有更多收获。而这样的结局意味着，是否又会隔了上百年，对于世间未断的一丝尘缘，再次诞生像天命人的化身，成为心智走偏的赤尻马猴，还是再次经历世俗间的人际变化，最终带着精力回到花果山再次验收，直到哪时能放下执念，也许就是天命人知晓所有事件，遇见二郎神的那次吧。这4句话意义很深远。你心里一定有过不去的事，或者放不下的人。我也一样。我杀不了那只猴子，没人杀得了，除了他自己。后来我才明白，也许那是唯一的办法。他没得选。你可知这长生不老的佛位，有多少人求而不得？长生不老，3界6道不就毁在这4个字上？或许孙悟空已经意识到长生不老只是无尽的痛苦，能保证一切竟是发生好事吗？还是毫无尽头的执念祸乱着一切？
长生不老四字在此时变为善与恶的无限延伸。然而游戏中开场的孙悟空再次受天界招安，背叛结拜兄弟，同样的命运也落到自己头上。花果山的猴子们全死光了，也许在世间已经毫无牵挂。开头此战已经是许多前因所种下的果。然而孙悟空决定选择死亡，知道自己长生不老，那么唯一办法就是封锁住自己的意。所以游戏开头安排孙悟空大战天庭与二郎神，特地挑选二郎神作为对手，或许是因为意跟第三只眼比较有关联。以我们外行听得懂的角度来简单解释它，第三只眼被认为是通往内在深层、高层意识的门路，包含直觉、预知、想象力等等。或以佛教来解释第三只眼，即象征开悟的意思。剩下的还欠缺一点东西。不受前因后果影响的天命人，是否能从这一趟的经历与收获走出因果轮回？即使最后找到孙悟空的意义，是否还能够做出不属于任何人的选择？二郎神最后说出这些话的意思，代表他已经从第三只眼看清一切。我前众兄弟一路是你，就是为了这一刻。那一阵后，直到今日，我才明白，一使命锁不住他，一道孤困不住他，以肉身之死换1年永续。但愿你不会辜负他。我心结已解，你的路才刚开始。不带上紧箍，选择未尽，便是真结局的含义。不再延续孙悟空的前因后果，重新开始，既是孙悟空，也不是孙悟空。其实悟空的心境很难去精确的解释，因为我不觉得他是一位会想得这么深远的人物，他应该是一个很冲动、瞻前不顾后的泼猴。所以天命人的选择，他应该认为与自己已经无关了，因为他已经决定死亡，剩下的顺其自然。执念，我认为就是贯彻所有剧情的根源。黑神话所有负面事件的根源来自于执念，也许这就是游戏想表达的主题跟主张。它没有正确答案，它会随着每位玩家的经历解读出各种不同的答案。制作组以各种形式去分解，再构筑成另外的故事，形成各章节的事件。其用心的考察以及修改引用，都能从一些刻意安排的巧思细节产生印象。我非常喜欢这款游戏。如果跟我一样对地图失去耐心，不妨打开地图攻略，完成所有事件，整个游戏体验应该会拉到相当紧凑又饱满。对于熟读《西游记》的玩家来说，应该更明白故事在说什么。我是 TG 讲游戏，如果喜欢影片，可以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别忘了下次更新影片回来看看。感谢你的观看，拜拜。降怪有功，全忠全实，加身大直正果，入围斗战胜佛。那厮触犯了上天，玉帝立此3世。